这个国家有多离谱，家家户户都开上了加油站，而且油价不仅便宜，质量还高。大的官方加油站是哭爹喊娘，靠着卖油，他们每年狂赚上百亿，直接小木屋换大别墅。你以为这是个富油国吗？实际上人家家里呢是一点石油都没有。不是，那他们怎么开的加油站呢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贝宁位于西非中南部，南临几内亚湾，与尼日利亚、尼日尔、多哥以及布基纳法索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11.26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340万人。作为一个典型的非洲穷国，贝宁人均 GDP 才1300美元，国内的经济全靠农业，主要卖的就是橄榄油，像什么工业呀，都只是企业农产品加工、纺织业等，资源就更别说了，基本聊胜于无。但就是这么一个又穷又小的国家，居然家家户户开起了加油站，涵盖范围从小摩托到大货车，而且呢，人家还卖的巨便宜。你去加油站可能得5-6美元，但在他们那儿价格只要不到1/10。最关键的是，人家的汽油质量呢不输正规加油站。不是说贝宁国内资源不怎么丰富吗？他们哪来的油开加油站呢？这你就不懂了。贝宁人表示，他们不生产石油，只是石油的搬运工而已。虽然贝宁是没石油，但他有个狗大户的邻居啊。尼日利亚可是非洲第1大产油国，靠着偷邻居的石油，贝宁人过上了年赚上百亿的好日子。有的村子直接木屋换别墅，纷纷开起了小汽车，巨大的收益也让偷油的人越来越多。而他们又是怎么偷石油的呢？别看贝宁偷好邻居的石油，住上小洋房，开着起来小汽车，每年的收入甚至达到了夸张的500多亿。但要清楚，偷油不仅违法，而且还不是件轻松的活，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搭上小命。实际上他们也知道干的活违法，所以呢，每次偷油，这些偷油贼都会往当地的红树林钻，而且呢还都是晚上，开着特别的游船找到输油管道就开始进行搬运。但偷的时候也要注意，不要被守卫发现。碰上贪婪的还好说，给点贿赂就行，但就怕碰上不好说话的，就很容易火拼。等原油到手后呢，就开始炼油。贝宁的情况也都很清楚，发展点轻工业就是它的极限了，炼油就别想了。他们炼油呢，只是靠传统的蒸馏法，要求也不高，也很方便，就是在加工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火灾，不少炼油工就被活活烧死。但就算这样，愿意炼油的人大有人在，毕竟时薪就15欧，换算成人民币有117块，比当地物质高了多少倍。危险是危险，但对他们来说，远比没钱要安全。油炼好了，就差送到那些私人加油站了。但这一边看着简单的，但同样危险，因为他们的运输工具只有摩托，一辆摩托至少要载700升的汽油，整辆摩托几乎就成了个移动炸药桶，稍有不慎，人直接就被炸得连渣都不剩。唯有最后一步卖油才安全的多，也不需要多大的成本，随便找个贩子把售卖的汽油用塑料瓶装好摆上，就成了个加油站。因为汽油品质意外的高，而且便宜量大，除了公务员呢，几乎所有人都在这里买油。贝宁偷油的危害大吗？毫无疑问，危害当然很大。赚钱是赚钱，但被偷的尼日利亚呢，纯就是冤大头。每年光是被偷的石油，尼日利亚损失就达到了40亿美元，折合人民币280多个亿。第二大运种呢，就是贝宁的正规加油站了。人家就觉得啊，你卖油就卖油，不仅卖的比我的要便宜，而且质量还不比我的要差，这也太犯规了吧！一个月除了一些公务员会来卖油外，几乎就没有人来卖了。你说你让他们怎么活？毫不夸张的说，正规的加油站开一家就倒闭一家。没了卖油的这点收入，贝宁政府一年至少损失2亿美元。除了经济损失，还造成了当地的环境污染。因为偷油的时候，他们通常直接装满了就走，丝毫不管还在漏油的输油管道，结果导致当地土地上四处飘满石油，不仅造成了原油的浪费，还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，土地无法耕种，河水被污染，鱼虾都死了个干净，最后只能荒废在那里。另外，珍贵水资源的污染也让不少当地人得了病，使得当地的平均寿命只有40几岁。既然危害这么大的话，那贝宁政府为啥就不想着取缔他们呢？不是他们不想，而是压根不敢。在贝宁，偷油早就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，全国超1/4的人都投身在这一产业链上，取缔偷油就是动这些人的饭碗。你说贝宁政府有这胆子吗？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也能从这一产业上吃到一笔丰厚的税收，甚至可能比损失掉的还要多，这就更没有理由取缔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赶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